位朋友，今天这条新闻绝对让你听完气到拍桌。28岁的小英男孩郑义霖，竟然一边助理副执行长高位，一边收受100万贿赂，还敢在被剪掉搜索时，把手机往窗外一丢呛声。你知道我背后是谁吗？这不是8点档，这是我们真实的台湾。今天这支影片，我要带你看清楚，这起案件不只是个人贪污，而是绿能政策整个烂掉，黑道进场，电价上涨，社会治安崩坏的冰山一角。最后我还要告诉你，为什么这是一场2026、2028全民必须下架民进党的警钟。别忘了订阅、按赞、分享，让更多人知道真相。各位，你28岁的时候在干嘛？有人还在努力城投期卡，有人甚至还在房租水电里打滚，但郑义霖靠着小英男孩的标签，直接空降经济部绿能推动中心副执行长，还能再转任台制电总经理。这不是专业，而是酬庸；这不是升迁，而是靠裙带。结果拿到权力的第一件事，不是推动能源转型，而是收贿。绿能本该是台湾未来的战略基石，是我们迈向干净能源、降低依赖的希望。但是这场弊案彻底揭穿了背后的黑幕。根据检调侦查，郑义霖涉嫌向宏德能源、东云建设收取数百万元汇款，还施压台电，硬是要帮这些业者取得供电资格。这不是单纯的政策推动，而是财团拿钱买通路，官员出面打开后门。更荒谬的是，台电副总监执行长许国龙也被约谈，显示这场交易早已深入国营事业高层。再加上地方层面地主炒作地皮，黑道介入土地开发，地方派系分食利益，说穿了，这哪里是绿能？这是权钱、财团、黑道、政客通吃的肮脏游戏。而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台电背后的黑洞，全民电价跟着被操弄，每一张账单，每一度电，最后都是我们老百姓买单。8月27日凌晨，台北地院裁定郑义霖羁押禁见，原因很清楚，他涉嫌重大贪污，而且有勾串灭证的危险。同案还有东卫建设创办人陈建胜以及他的儿子陈冠涛父子俩一样被羁押。短短1夜，3人全部进了看守所，这说明案情重大，司法机关不得不出手。让人民气到爆的是郑义霖的态度。他在被搜时把手机往窗外一丢，还狂妄喊出：“你知道我背后是谁吗？”观众朋友，这句话有没有让你背脊发凉？一个年轻官员哪来的胆子？背后若没有庞大的政治保护伞，他敢这样挑衅司法吗？这就是人民最害怕的司法被绑架，官员心中早就有恃无恐。更夸张的是，民众党立委黄国昌踢爆，这案子其实1年多前就该办，但被检察长下令先不要办。大家想一想，1年多时间能做多少事？证据能灭掉，钱能转移，关系能掩护。这起案件就不是单纯的官员贪污，而是司法被绑架。人民怎么能不愤怒？怎么能不怀疑是不是有更庞大的利益链正在暗中操控？司法如果真的被政治操控，人民还能相信什么？这才是最让人愤怒的地方。时代力量更点名，这不只是郑义霖一个人的事，而是全台系统性共犯。你以为只有民进党？不，跨蓝绿都有绿能蟑螂，黑白两道都进来了哦。政治人物分食标案，黑道介入土地开发，财团抢夺馈线容量。你要问的不是会不会调查，而是这些年他究竟已经帮多少财团开了方便之门？台电能源标案到底有多少是被黑箱操作？这不是能源政策，这是蟑螂大游行，而真正被吸血的是全民的荷包。
更有网友直接怒轰民进党执政下台湾变成诈骗天堂、杀人犯保护天堂、毒品天堂。听起来夸张吗？这起案件还把台电副总监执行长许国龙拉下水。台电是什么？是我们每个月缴电费的地方啊！一旦高层被染黑，你敢保证电价不会被操弄？到最后，受害的是谁？是我们这些乖乖缴钱的老百姓。一旦政府高层贪腐、黑道勾结、司法被绑，社会治安自然会崩盘。这就是为什么人民对赖清德会叫他白贼赖字，嘴上喊清廉，实际却让台湾一步步陷入黑金泥沼。朋友们，正一零案不是终点，而是警钟。今天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年轻官员的堕落，而是一个政党整个体制的腐烂。一个副执行长敢把手机丢出窗外，敢枪声你知道我背后是谁吗？敢年纪轻轻靠人脉就掌控人民的电价，这不是贪污，这是对人民尊严的践踏。让我们再次看清楚，民进党不是在推动绿电，而是在推动绿金。今天是绿电，明天可能是交通、医疗、教育，只要这套权钱游戏不被打破，台湾的未来只会越来越黑。他们不是在建设台湾，而是在掏空台湾。今天的正义林，昨天的光电黑幕，明天还会有多少小英男孩、小赖门徒继续用我们的税金、电费当成他们的提款机？2026 2028年人民的最后一战，所以这场仗不只是愤怒，而是行动。2026年地方选举，我们要用选票守住乡镇、市议会，让贪腐势力没有立足之地。2028年总统大选，我们更要彻底下架民进党，让这些政客知道，台湾不是他们的提款机，台湾是人民的台湾。最后，我想问大家，你觉得小英男孩只是冰山一角，背后还有更多蟑螂？请打1。你觉得整个绿能政策早就沦为贪腐提款机？请打2。你觉得问题不止绿能，而是整个民进党体制已经全面烂掉，必须在2026、2028彻底下架？请打3。留言告诉我。别忘了订阅、按赞、分享，因为只有当真相传出去，我们才有力量把这群丧尽天良的政客彻底清算、彻底下架民进党。